江爷爷正在收拾室内园区，此时爱宝已经回室内休息了，园区只留了双胞胎和江爷爷。调皮的瑞宝在爷爷打扫卫生时不断的捣乱，而辉宝的异常乖巧反而让爷爷担心。爷爷走到辉宝身边，查看辉宝的情况。姐妹俩这是又互换灵魂了，姐妹俩这调皮的状态还整上轮班制了，这或许也是在为爷爷着想。这要是姐妹俩一起调皮，爷爷不得跟老鹰捉小鸡一样在园区里疯跑。江爷爷收拾完竹子后，扛着竹子离开，而此时的福宝还没有想出来营业的想法，于是将爷爷给姐妹俩搬运到了小亭子上，先是给瑞宝运送了过来，之后将爷爷重回小滑梯给辉宝也抱了过来。将爷爷给双胞胎姐妹俩都抱到了小亭子上后，自己也坐下来休息了一下。将爷爷坐在小亭子上，骄傲地跟来看自己的游客们介绍着自己的2个大胖孙女，这让来观看的姨姨们纷纷投来了羡慕的目光。爷爷表示，在一旁闻竹子的是姐姐瑞宝，而在自己怀里的是妹妹辉宝。爷孙仨的快乐时光让姨姨们看了既开心又治愈。辉宝抱着爷爷的手玩耍着，旁边的瑞宝看到爷爷只和妹妹玩，便一点一点开始吃醋，也开始往爷爷怀里爬去。辉宝感觉到爷爷不摸自己了，立马翻身爬起来和姐姐争宠。将爷爷起身，让姨姨们单独观赏双胞胎姐妹俩，但是姐妹俩总是跟着爷爷跑。爷爷给姐妹俩抱起来，让其给姨姨们打了个招呼，之后将爷爷离开，继续去收拾园区打扫卫生。瑞宝激动的想跟上爷爷，但结果从独木桥上滑了下来。只要爷爷们在园区，姐妹俩的注意力便全在爷爷身上。等依依重新去排队，再次回来时，双胞胎姐妹俩已经回家了。此时轮到了福宝营业，福宝百无聊赖的在园区走来走去。福宝走到小亭子上，从身边的竹子里挑选了一根出来，开始用竹子打发时间。福宝没有吃竹叶，而是吃起了后面的竹茎。福宝是懂什么季节吃什么竹子的，根本不用爷爷们过多去操心。早上爷爷来到双胞胎姐妹俩的房间，给姐妹俩送早餐。辉宝听到爷爷叫自己起床的声音后，率先醒来。辉宝走到爷爷身边，开始自己的美味早餐。辉宝吃上饭后，爷爷来到瑞宝身边，在瑞宝身上寻找开机按钮。而隔壁房间的爱宝此时也醒了过来，看着奶爸为自己的孩子忙碌着，爱宝此刻的幸福感爆棚。爱宝看了一眼，转头继续睡觉。而江爷爷则开始了自己的带娃时间。爷爷摸着瑞宝的小肚子，一旁的辉宝看得都吃醋了，表示自己也要。吃饱后的姐妹俩开始在小木床上玩耍，瑞宝躺在辉宝的身上，很是享受。爷爷说瑞宝很会生活，只是当时熊辉宝不太愿意。姐妹俩吃完饭后，爱宝开始带姐妹俩出门上班。爷爷给通道门打开后，瑞宝和辉宝立马冲出房间，姐妹俩比赛看谁跑得快。爱宝现在完全将双胞胎托管给了奶爸，自己根本不用操心，只需要享受生活。而姐妹俩随着长大则越来越调皮，有些事故也都是在爷爷意料之外的。瑞宝上一秒还好好的坐在小爬梯上，下一秒就掉了下去，任谁都会猝不及防。将爷爷立马心疼的走上前，给瑞宝抱起，检查瑞宝摔坏了没有，顺便给瑞宝清理一下身上沾的灰尘。晚上下班后，爷爷再次来到房间，看姐妹俩在干嘛。辉宝此时正在小木床上研究竹子，瑞宝正在床下躺着玩耍。辉宝听到姐姐发出的声音后，爬到姐姐身边，下一秒姐妹俩不知哪个地方又没看对眼，直接打了起来。一会儿姐妹俩都爬到了小木床上，姐妹俩为了一根竹子又抢了起来。虽然此时辉宝的屁股下面还有很多竹子，但姐妹俩一致认为自己手里的这根最好吃。爷爷问爱宝要不要管管，而爱宝的眼睛里则透露出一副自己已经置身事外很久的样子。今天下午福宝上班后，无聊的坐在小亭子上发着呆，用小脚给自己挠着痒。宋爷爷看到福宝这个样子后，难免心疼，于是来到园区，给福宝送来了胡萝卜，想着用胡萝卜换回福宝的一点开心。福宝吃上胡萝卜后，心态明显有了好转，但并不是单纯因为胡萝卜，而是因为胡萝卜是爷爷亲手喂给自己的。下午福宝营业后，和往常一样，先是来到室外园区散了会儿步，然后爬到了自己的小吊床上吃起了竹子。这时的乐宝也刚好来到了室外园区，因为姨姨最近一直都在担心乐宝的皮肤问题，但通过姨姨今天的观察，乐宝并没有不良的现象。此时室外园区刮着微风，乐宝出门后便径直来到了小亭子上。乐宝先是从竹子堆里找出了奶爸放着的窝头，乐宝拿着窝头转身坐在小亭子上，然后惬意的吃了起来。乐宝能吃能喝能玩，身体很是健康。爷爷们也曾回复过，表示乐宝的皮肤只是因为气比较敏感，挠蹭的厉害，所以掉毛。而饲养员们
每天都有为其补充营养剂，所以姨姨们不用过于担心。乐宝在吃完竹子后，在室外园区散了一会儿步，奶爸便给乐宝把通道门打开了。乐宝迈着开心的步伐走回了室内园区，而福宝在室外园区吃过竹子后，也紧接着回了室内园区。回到室内园区后，福宝无聊地坐在了小亭子上。不过宋爷爷看到后，立马给福宝送来了胡萝卜，让其开心。福宝吃过胡萝卜后，来到了树上。福宝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，不是在吃饭，就是在睡觉。这周江爷爷表示，现在福宝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可以看到福宝的时间也已经不到1个月了。对爷爷们来说，现在每一天都是相当的珍贵。宋爷爷看着在树上享受风景的福宝，夸赞着福宝的背影真漂亮，表示让福宝好好享受这种感觉，记住总是温暖包裹着你的这个吊床，承载着福宝梦想的吊床。福宝回应爷爷，自己会珍藏在心里的。宋爷爷希望福宝美好的幸福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宋爷爷的自言自语，不知道在树上的福宝能不能听到。而在江爷爷这里，福宝吃饭的样子被夸是一幅画。福宝看到爷爷来了后，突然感觉自己后背痒痒的，走在爷爷身边，贴在栅栏上，让爷爷给自己按摩。这样有礼貌又会撒娇的福宝，谁能不爱呢？按摩完，福宝离开时还不忘和爷爷说谢谢。中午时，爷爷来对福宝说，吃饱后要出门接替妈妈了。江爷爷喃喃道，如果时间能走慢一点就好了。一会儿，江爷爷又给福宝扛来了新的竹子以及小零食。福宝倚靠在栅栏上，继续跟爷爷撒娇，让爷爷给自己按摩。福宝要让爷爷亲手喂自己吃才行。吃到爷爷亲手喂的胡萝卜后，福宝明显开心了许多。就算吃完胡萝卜，福宝也有坐在爷爷身边，表示爷爷是自己的。爷孙俩的爱是双向的。一会儿江爷爷离开，但福宝认为爷爷会回来，便一直在原地等待着爷爷。而爷爷为了不让福宝失望，看到福宝一直在原地等待后，便返回房间。爷爷对福宝说，不要等自己了，赶紧吃着竹子吧。虽然爷爷对福宝说了这样的话，但福宝仍然跟在爷爷的身后。晚上下班时，爷爷去到园区接福宝，此时福宝正在小树上发呆。等福宝回到家时，爷爷已经为福宝准备好了竹子。福宝来到房间后，坐下便开吃。而在这周，江爷爷还解释了一下树上的塑料护栏的问题，表示让姨姨们不用担心，他们只是对其感到好奇。除此之外，江爷爷写的关于福宝一家的书籍在韩国广受喜爱，江爷爷还为此举办了签售会。而这周，瑞宝和辉宝所在的市区还为其办理了身份证，同时还为福宝颁发了荣誉市民奖。福宝逐渐适应了树上的小吊床，小吊床让福宝感觉很舒服，而且还要比小亮台更柔软，空间更大，视野也更开阔了。福宝惬意地躺在小吊床上，吃着竹子，晒着太阳，温暖的阳光洒在福宝身上，给寒冷的天气增添了一抹暖意。福宝在小吊床吃完竹子后，福宝在树上坐得有点久了，屁股坐得有点累了。福宝打算下去走动一会儿。福宝给自己身子向下探去，这一探身让福宝感觉到了自己的腿短。福宝挂在小吊床上，摇摇晃晃找不到着力点。福宝在小吊床上反复尝试，为了掩饰尴尬，最后福宝决定还是在树上再多坐一会，屁股好像也没有那么累。等福宝稍作休息后，便又开始继续尝试。福宝先是探着身子向下观察了一会儿，确认了一下着陆点与自己的距离，然后给自己转了个身，抱着树干。福宝想从树缝里给自己挪出去，但是因为体格子的原因失败了。福宝赶紧给自己调整好，防止自己掉下去。福宝眼看这边不行，又改换另一侧。福宝伸出自己的大长腿试探着。福宝想去踩点什么东西，但是左右上下福宝都够不着。福宝又赶紧爬了上去。福宝这顿折腾，果然上树容易下树难，改天还得让两个爷爷给福宝温习一下下树的动作。上午姨姨来看瑞宝辉宝时，辉宝此时正自己在小亭子上玩耍着，妈妈和姐姐都在小滑梯上睡觉，所以辉宝只能自己和自己玩。辉宝躺在小亭子上来回挪动着身子，有种想睡觉但又睡不着的样子。姨姨第二次排队回来时已是3个小时以后了。此时瑞宝和辉宝回家了，福宝出门营业了。福宝坐在小亭子上吃着竹子，而隔壁的乐宝此时也正在室内园区，正躺在小亭子上睡觉。乐宝感觉到不舒服，给自己换了个姿势，改成了宝家通用的脑充血睡姿。这个睡姿是福宝一家都会且都很喜欢的姿势。今天爷爷给双胞胎姐妹俩在小泳池里放了一点水，姐妹俩闻着味儿找了过来。姐妹俩在这点小水渍里面玩得很是开心，虽然身上弄得湿漉漉的，但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。这样也相当于洗了个澡。一会儿爷爷拿来毛巾给其擦干，脏兮兮的姐妹俩就会重新变得白净。双胞胎晚上下班回家，
爷爷正在给其冲奶粉，而此时的爱宝也等不及了，发出声音表示让奶爸赶紧送竹子过来。一会儿，姐妹俩吃完盆盆奶，在小床上玩耍了起来。辉宝躺在小木床上，脚上还踩着姐姐的头。瑞宝已经被辉宝挤到即将要掉下床的地步了。瑞宝小脚紧紧蹬着栅栏，防止自己真的掉下去。第二天，姐妹俩上班营业。姐妹俩今天的心情明显不高，小小年纪便已经讨厌上了上班的感觉。爷爷走上前哄着姐妹俩，表示让其出来玩一会儿。在爷爷的哄劝下，瑞宝跟着爷爷跑了出来。瑞宝今天的状态更亢奋一些，追着爷爷四处跑。而今天的辉宝则又变得娇羞起来，躲在通道门后面，爷爷怎么哄都哄不出来了。每次爷爷以为辉宝就要出来时，辉宝就又转头走了回去。爷爷掏出秘密武器，把自己的皮靴脱了下来。爷爷将皮靴丢给辉宝，想用皮靴引诱辉宝出来，但辉宝一直在注视着通道门里面的景象，迟迟不想出门。爷爷拿着皮靴来回摇晃，不断吸引着辉宝的注意力。在爷爷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辉宝总算注意到了爷爷的皮靴。辉宝来到皮靴前玩耍，爷爷拿着皮靴想引诱辉宝来到室内场地，但聪明的辉宝明显不上当，甚至还给爷爷的皮靴拖到了通道门里面。辉宝想在通道门里面玩耍，宋爷爷来回跑来跑去，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了，心想只能上科技了。宋爷爷给辉宝引出来后，给闸放了下来，通道门关上了。这下辉宝想回也回不去了。但是辉宝今天的营业状态全靠爷爷的皮靴支撑着，爷爷给皮靴拿走，辉宝就不高兴，爷爷只好将皮靴给辉宝，让其玩耍。一会儿，不远处的瑞宝也跑了过来，瑞宝和辉宝上演了一场小皮靴抢夺战，谁也不想给谁。天，福宝在室外园区的小亮台上睡着了。依依好久没遇到福宝在室外园区睡觉的样子了，看样子福宝对宋爷爷这次制作的小亮台是真心喜欢。今天依依来看福宝一家时，此时爱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而有一只小熊则在爱宝背后钻来钻去，像是要钻到爱宝的屁股下面。有依依能看出这是瑞宝还是辉宝吗？现在姐妹俩不凑在一块儿，真的是很难分辨。不过从这调皮程度上和这略微发白的毛色看上去，应该是辉宝。辉宝见妈妈身后钻不过去，于是便将注意力转向了小亭子的扶手。辉宝在爱宝身后一顿折腾，一会儿辉宝回头看了一眼依依们，这次观看的依依们更加确认了，这只在爱宝身边钻来钻去的是辉宝。而因为福宝从这周末开始上午就不营业了，也就是说看福宝的机会会越来越少了，所以依依看了一会儿姐妹俩后，就去到了室外园区。此时的福宝正坐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吃的那叫一个惬意。阳光打在竹子上，竹子又嫩又绿，一点也不像冬天的产物，像是春天刚发芽的新竹子。而此时隔壁园区乐宝这里的竹子就显得稀疏了许多，而且同样的园区，乐宝这里却显得些许凄凉。乐宝表示这一定是光线的问题。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，宋爷爷此时正在接瑞宝和辉宝下班，但是此时的瑞宝和辉宝在小滑梯上睡着了。宋爷爷没有急着叫醒姐妹俩，而是先拿手机给姐妹俩拍了段可爱的视频。瑞宝、辉宝下班后，福宝来到了室内园区。今天福宝室内园区的竹子没有放在小木床或小亭子上，而是放在了园区的草地上。这或许是爷爷们在让福宝适应回国后的生活。而福宝坐在草地上吃竹子的样子，看上去也很惬意，还很享受。福宝这周在室内生活的样子来了，姨姨们猜猜这个大屁股是谁的？没错，那就是我们的福宝的。福宝这个睡姿简直和乐宝的睡姿一模一样，这是福宝一家的标志性脑充血睡姿。爷爷为了给大家做比较，来到了乐宝房间，没想到乐宝今天没用这个睡觉姿势，而是用了一个更惬意的姿势，小脚搭在小木床上，身体躺在地上。乐宝不愧是宝家最搞笑的大熊猫，总是不经意间给爷爷和姨姨们带来不一样的笑点。乐宝听到爷爷声音后，还坐起来和江爷爷问好。江爷爷表示让乐宝好好睡觉，自己不多打扰了。之后江爷爷来到了一个从未来过的房间，这个房间有福宝一家包括2个爷爷所有的生活日常。最让爷爷惊叹的是一幅由福宝一家生活照片所拼成的福宝照片，里面包含福宝一家生活的点点滴滴。江爷爷看着上面的照片，表示全是满满的回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福宝一家的视频，从江爷爷到中国挑选大熊猫，到现在有了瑞宝和辉宝。江爷爷看着之前的照片，一时入了神。江爷爷走着走着，发现一个被折断的小树枝，爷爷问是不是福宝偷偷溜进来搞破坏了。江爷爷习惯性的为他的宝贝孙女收拾案发现场。这里除了福宝一家的视频和照片以外，还有一些有关饲养员们的东西，比如饲养员们的工作服和福宝以及2个妹妹喜欢的皮靴。在房间的中间位置还有一只巨大的福宝公仔。江爷爷上去试了试手感如何，爷爷表示
怀抱着福宝的感觉真的很棒。江爷爷边走边看，和福宝的点点滴滴不断的涌上心头，江爷爷眼中的泪忍不住的流了下来。这意味着福宝将要离开爷爷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想必江爷爷也是因为想到福宝要离开，所以才不禁流下泪来。而这个新的福宝纪念馆，想必当福宝真正离开后，可以帮助爷爷和韩国的姨姨们留有一些对福宝的念想。早上江爷爷上班来到办公室后，先是来到瑞宝和辉宝的房间，看了看姐妹俩在干嘛。此时瑞宝和辉宝正在学着妈妈的样子吃竹子，别说姐妹俩学的还有模有样的，但对爱宝来说，这俩小崽子却有点碍事儿。爷爷给瑞宝、辉宝带到隔壁房间，给姐妹俩擦身子。给姐妹俩擦完身子离开时，爷爷表示真累啊，感觉自己真的老了。就在江爷爷转头的功夫，辉宝爬到了栅栏上面。见过不少大风大浪的江爷爷也被这一波震惊到了。中午，江爷爷接福宝回室内园区。福宝听到爷爷的声音后，小心翼翼地从树上下来。爷爷夸福宝很棒，不过此时福宝还没有想回室内的心，而爷爷则在园区外面不断呼喊着福宝。福宝仰头看向爷爷，表示让爷爷再等一会儿。爷爷眼看福宝没有想回室内的心，便答应福宝让福宝在室外再玩一会儿。而此时隔壁的乐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爷爷在前面记录着乐宝，而饲养员姨姨在江爷爷身后记录着江爷爷。一会儿福宝园区飞来一只不速之客，福宝立马跑去查看什么情况。福宝表示这是我的地盘，其他动物不能随意进入。等福宝在室外园区彻底玩够了，才来到了室内园区。福宝在室内园区的小亭子上吃了会儿胡萝卜和竹子后，便直接来到树上睡觉。晚上爷爷下班前来到了爱宝房间，看望爱宝。爱宝听到奶爸的声音，立马回过头来仔细聆听。而瑞宝和辉宝此时正在房间的角落缩在一起睡觉。一秒，爱宝正在和辉宝贴贴；下一秒，爱宝玩烦了就给辉宝推开，而辉宝则识趣的转身离开，懂事的令人心疼。但辉宝越想越不对，心想难道自己是妈妈的一个工具熊吗？转头询问妈妈什么意思，但爱宝正等待奶爸给自己开门，根本没有要搭理辉宝的想法。辉宝心想工具熊就工具熊吧，别揍自己就行。辉宝再次识趣的离开。辉宝迈着自己的小步伐来到了小亭子下面来找姐姐。虽然姐妹俩总是打架，但是不见面时彼此也是会想念的。辉宝看姐姐也挺无聊的，转身离开。而瑞宝则反跟上了辉宝。这一下不是辉宝想和瑞宝玩了，而是瑞宝想和辉宝玩。辉宝来到小亭子下面往里爬去，而瑞宝刚要去抓辉宝，辉宝突然闪身让瑞宝扑了个空。而这时没有等来奶爸开门的爱宝走了回来，爱宝的气场直接给瑞宝吓倒了。辉宝紧跟妈妈的步伐来到了小亭子上，虽然爱宝总是揍自己，但辉宝依旧觉得待在妈妈身边有安全感。辉宝看妈妈抱着树干，自己也要抱着，学习着妈妈的一举一动。而此时的福宝正在室外吹风，爷爷新为福宝制作了一个小亮台。福宝抓着树干小心翼翼地往树上爬去，虽然爬得有点费力，但经过福宝的一番努力，也总算是爬了上去。福宝坐在上面很是舒服，一边享受着微风，一边吃着竹子。福宝这时感觉风越来越大了，在树上有点危险。福宝开始尝试爬下去。刚开始福宝决定想要像在室内下树一样，脑袋先塞树缝里，然后再翻下去，但结果发现脖子有点短，这个方式不行。于是福宝便又换了一个姿势。这次福宝小心翼翼地抓着小亮台，然后小脚一点一点地向下伸去，找到着力点后再伸出另一只小脚。福宝动作缓慢，但是很稳。这一次福宝成功爬了下来。晚上福宝回到室内，发现今天小滑梯上妹妹们留下的气味有点重，于是福宝便给妹妹们的气味擦掉了，重新标记上了自己的气味。来看看江爷爷是如何照顾爱宝坐月子的。首先是爱宝的日常观察。这时的爱宝处于特殊期间，每天都需要有人时刻守着，所以两个爷爷的安排是24小时轮班制，每人一天，从凌晨盯到第二天凌晨。此时的爱宝正在给福宝喂奶。生完福宝后，爱宝的饮食一直都很少，一方面是胃口不是很好，第二方面因为需要时刻抱着福宝，双手离不开，没办法大幅度的去剥啃竹子，所以江爷爷根据这个情况，特意将竹子最鲜嫩的部分裁剪下来，将其分成小状的，这样既方便爷爷们投喂，爱宝拿起来也方便。忙碌完一天后，江爷爷回到家休息，妻子给他制作了一些面包，这样在值班时饿了可以直接吃，比较方便。而在江爷爷家里也有爱宝一家的元素，比如江爷爷给爱宝和乐宝画的画像，而且江爷爷每天在睡觉前都会写日记来记录爱宝一天的生活情况。第二天早上起床，江爷爷通常都是用爬楼梯来迎接美好的一天。
每天爬100层、20层的楼，往返5次。运动完吃过早饭，江爷爷便又要上班了。因为这时爱宝在房间坐月子，所以江爷爷这时只需要打扫乐宝的场地，而江爷爷每天都会给乐宝讲爱宝的事情。看完乐宝后，江爷爷来到厨房为爱宝准备食物，首先是一些竹笋，江爷爷将竹笋切成小块，之后又准备了一些鲜嫩的竹叶，将竹笋包裹起来。因为自从生完福宝后，爱宝一直不太喜欢吃竹子，但竹子具有很多熊猫所需要的营养，所以江爷爷想到了这个竹叶包竹笋的方法。江爷爷表示这是特意为爱宝准备的，乐宝目前还没有吃过。制作完后，江爷爷便来到爱宝房间给爱宝喂食。因为这时福宝已经睡着了，江爷爷考虑到黑暗环境有助于福宝和爱宝休息，所以通常情况下晚上一般是不会开灯的。而福宝也并不是一直都是爱宝来带，刚出生的福宝都会定期做检查，像这个动作就是爷爷正在辅助福宝拉大便。因为熊猫在刚出生时没有自己排便的能力，这样按摩熊猫幼崽的腹部有助于排便顺畅。而在妈妈身边时，妈妈会通过舔舐它的身体来帮助它排便，而在休息时需要用小被子盖住熊猫的眼睛。江爷爷表示，由于熊猫幼崽在妈妈肚子里时眼睛也是一直闭着，什么也看不到的，所以已经习惯了暗淡的光线。不管是在喂食还是休息时，爷爷都会刻意将福宝的眼睛挡一下，吃完奶后再给福宝擦擦嘴，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。因为爱宝和福宝分开久了，会产生一些不安的情绪。这时江爷爷回到爱宝房间来陪爱宝，以及观察一下爱宝所产生的一些生活痕迹，比如爱宝的大便和吃剩下的食物，以及房间各个角落有没有异样。从这些东西里面，江爷爷能够看出很多有用的信息。检查完后，并在为其打扫。这便是爱宝在坐月子时的江爷爷。江爷爷正在拆卸福宝一家所食用的竹子，而像这样太大的竹子，江爷爷便会直接将它大力摔裂开来。可以说是高端的食材，往往都是采用最朴素的方式来处理。准备完食物，江爷爷又来和其他的饲养员讨论福宝一家最近的饮食和营养情况。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后，江爷爷这时来到园区，找来几根粗壮的木头，为福宝搭建了一个攀爬的小树，这样既安全又可以让福宝练习爬树。搭建完后，江爷爷先上来试了一下小树的承受能力，看起来还不错。这时江爷爷已经迫不及待想让福宝来体验了。江爷爷将福宝抱了过来，看着福宝坐在树上的样子，真的好小一只。呆坐了一会儿后，福宝开始尝试爬下去，但是腿有点短，够了半天没找到着力点，索性直接顺着木杆滑了下去。福宝真是打小就聪明。一会儿爱宝走了过来，给福宝做示范。福宝乖乖的在下面认真看妈妈爬树的动作。一会儿爱宝下来后，福宝开始尝试，而爱宝则来到福宝身后守着福宝，怕他爬树时掉下来，这样可以及时接住他。宋爷爷凑到瑞宝的耳边，小声的跟瑞宝说道：“该下班回家了。”早上一到达园区时，爱宝回家去休息了，而此时的辉宝正坐在饮水盆里开心的泡澡。辉宝给自己晃动着身子，辉宝从小身体皮套就这么松。这时宋爷爷迈着小碎步走了进来，宋爷爷来到园区为爱宝清理刚才吃过的竹子。辉宝挣扎着自己从小泳池里爬了上来，辉宝的小屁股上湿乎乎的。不过此时宋爷爷并没有发现异常的辉宝，宋爷爷正在和瑞宝玩耍。爷爷给瑞宝递了一根刚才爱宝吃剩的竹子，安抚了一下瑞宝的心态，然后自己趁机打扫小木床上的竹子。宋爷爷收拾完竹子后，扛着竹子离开，而瑞宝就这样一直乖乖的趴在小滑梯上。辉宝从饮水盆离开后，来到了小亭子上，坐在上面看着走来走去的爷爷。没一会儿，宋爷爷扛着新的竹子返回园区。宋爷爷给竹子放好后，没有过多的停留，转身离开。辉宝看着离去的爷爷，激动的从独木桥上摔了下来，一股脑的向着爷爷跑去。就在辉宝追逐爷爷时，爱宝重新返回了园区。爱宝径直来到小木床上，吃奶爸刚为自己准备的小零食和竹子。而最后没追上爷爷的辉宝，又折返回了小亭子。辉宝在小亭子上自己跟自己玩耍着。福宝这周的生活视频来了。早上爷爷上班的第一件事依旧是先来看望福宝。福宝小脚刚迈上小木床，在听到爷爷看自己后，又立马爬了下来。思念了爷爷一晚上的福宝走向爷爷，乖巧的低下头，将爷爷秒懂福宝的意思。福宝这是想要按摩了，爷爷立马伸手给福宝进行按摩。爷爷感觉这个地方福宝坐着不舒服，于是爷爷引领福宝来到了小木床上，让福宝坐在小木床上按摩。今天的福宝格外的乖巧，爷爷走去哪里，福宝都要跟着。虽然福宝3岁了，但仍和瑞宝、辉宝一样都是宝宝。而在给福宝按摩时，隔壁的爱宝一直发出声音，表示自己也想见奶爸。这一下让江爷爷犯了难。爷爷跟福宝说，让福宝等自己一会儿，自己马上就回来。好在福宝懂事，乖乖听了爷爷的话。
表示让爷爷要快点哦。而在这周，江爷爷给园区的小树进行了加固，在上面放置了一根大竹子，给姐妹俩提供了更好的攀爬条件。看姐妹俩攀爬的样子，可以看出姐妹俩很是喜欢。而瑞宝甚至过于激动，直接从小树上摔了下来。瑞宝给自己拍了拍身上的土，自己爬了起来。瑞宝真是越来越坚强了。等一会儿，爱宝来到园区后，也体验上了这棵小树。爷爷表示，新安装的这棵小树本就是为爱宝和3个女儿一起安装的，并不是瑞宝和辉宝专属。爱宝倚靠在小树上给自己蹭着痒。等下一秒爱宝想出来时，发现自己卡住了，但尴尬的只有爱宝自己。而窗外的姨姨们则不断的发出耶波耶波的声音，觉得爱宝的这个样子很是可爱。爱宝玩耍完给姐妹俩让出空，让姐妹俩继续玩。而爱宝这一行为更像是替姐妹俩试验一下小树的安全性。爱宝表示安全系数很高，可以放心攀爬。今天的福宝中午不想去室外园区，爷爷过来喊。晚上时福宝又不想回室内了，爷爷又过来喊。早上姨姨来到园区，此时爱宝和姐妹俩都没有在睡觉，而是在园区玩耍。这时辉宝走独木桥走到一半，趴下不往前走了。爱宝在后面一巴掌给气拍了下去，辉宝掉下去明显不服，还想试图反抗妈妈，但是根本打不过。收拾完辉宝，爱宝又折返回来收拾瑞宝。爱宝给瑞宝压在身下，就在姨姨以为爱宝是想和瑞宝贴贴时，下一秒爱宝一把给瑞宝丢下了小亭子。掉下来的瑞宝一脸懵，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，突然间就自己从小亭子上下来了。一会儿姐妹俩凑在一起诉说刚才自己遭遇与经历。而与此同时，江爷爷正在室外园区为乐宝收拾竹子。今天是江爷爷负责上午，宋爷爷负责下午。江爷爷收拾竹子时，发现园区外面围满了许多的姨姨观看自己收拾竹子。江爷爷表示只看自己太奇怪了。江爷爷开玩笑道，下次这样的话要记得带点小费。江爷爷在姨姨们的注视下收拾完了园区，然后扛着竹子离开。走时还不忘提醒姨姨们可以离开了，因为园区已经没有可看的活物了。收拾完乐宝园区，江爷爷来到爱宝园区。爷爷摸了一把半梦半醒的辉宝，给辉宝吓得一激灵，这小模样简直不要太搞笑。而此时的乐宝则正在小亭子上趴着睡觉。乐宝趴久了感觉有点累，给自己翻了个身，挠了挠痒，伸着懒腰的样子，掩饰了自己此时的安逸与幸福。下午轮到福宝出门玩耍了，但福宝在室内园区迟迟不想去室外。宋爷爷来到室内园区哄福宝，宋爷爷蹲在通道门口，用尽了花言巧语和办法，这才使福宝向室外园区走去。福宝来到室外园区后，先是来到了小躺椅上，坐在小躺椅上给爷爷为自己准备的窝头吃掉，然后抱着树干往小树上爬去。今天爷爷将竹子放在了小吊床上，福宝抱着树干熟练的伸腿。福宝上小吊床的动作越来越熟练了。福宝转身坐下，然后继续开吃。不过等下班时，爷爷又遇到了头疼的问题。福宝不想回家，宋爷爷只好拿出小零食吸引福宝。福宝吃到胡萝卜后转身坐下。福宝这是只拿钱不办事儿呀！福宝表示又是给爷爷拿捏的一天。宋爷爷今天发帖跟姨姨们分享到，自己为福宝制作了一个竹子棒棒糖，这个棒棒糖的体型都快要比福宝的头大了，同时并配文希望福宝的熊生永远充满甜蜜的事物，表示自己这是在为福宝应援。一会儿福宝出来营业后，并没有着急玩耍爷爷放置的竹子大棒棒糖，而是从竹子堆里找出了爷爷放置的窝头，给其拿过来吃了起来。面对大块的窝头，再好玩的玩具都会被福宝先放到脑后。福宝表示先填饱肚子才是首要事情。而宋爷爷就这样一直站在福宝的旁边，举着手机记录着福宝的样子。福宝不慌不忙地吃着窝头，同样也没有管在自己旁边的爷爷。而福宝虽然马上要成为一只成年大熊猫了，但是明显可以看出，爷爷们仍然可以对福宝尽身照顾，而福宝对爷爷们也没有丝毫的敌意。福宝将最后一口窝头放入嘴里后，便给一旁的竹子棒棒糖拿了过来。竹子棒棒糖里原来包着一个大木球，福宝抱着木球不断啃咬着，真的有种在啃棒棒糖的感觉。但福宝对着木球啃了2口后，发现自己根本啃不动。福宝改变了注意力，改啃棒棒糖下面的竹子，但木球上散发出的木质香味让福宝闻了很难自拔。福宝手脚并用，抱着木球玩耍着，下一秒由于太过激动，给木球蹬了出去。福宝立马扑到木球身边，给木球重新抱进怀里。福宝躺在小亭子上，抱着木球继续啃咬着。宋爷爷看到福宝如此喜爱自己制作的玩具，心里很是开心。而福宝这所提供的情绪价值，就是宋爷爷不断制作玩具的动力。
福宝正慢慢悠悠地靠近爱宝，爱宝转头就给福宝吓了一跳，吓得福宝直接把头埋了起来。但是福宝可是不会吃亏的，有仇必报。福宝先是爬到树上休息了一会儿，就在爱宝晒着太阳挠痒时，福宝从后面偷偷走了过来，趁爱宝不注意拍了爱宝一下，给爱宝吓了一跳。福宝复仇成功之后，福宝就一直黏着爱宝，甚至在爱宝喝水时啃咬爱宝身上的毛。爱宝睡觉时，福宝也要跟着睡觉，而且还要和妈妈保持一样的睡觉姿势。回到房间后，福宝走来黏着爱宝，惨遭爱宝嫌弃，爱宝甚至还想用脚将他踢开。这时爱宝换了方向，福宝急忙掉头跟上妈妈，一会又挡着爱宝吃饭了。爱宝直接一巴掌将福宝拍开。而福宝也有乖巧的时候，那就是饿了趴到爱宝身边吃奶时一动不动，安安静静。但爱宝每次喂完奶就会变得很疲惫，爷爷们每次看到爱宝这个样子都很心疼，所以当时在爱宝和福宝没有分开时，为了给爱宝补充营养，都会额外给他喂食除了竹子的其他营养食品，像爱宝最喜欢吃的胡萝卜和窝头等。而一旁的乐宝就显得轻松了很多，没有福宝在身边的腻味，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玩。